2009年，在哥伦比亚一座煤矿里，古生物学家挖出了一块奇怪的化石，那是一节脊椎骨，粗的几乎和人的手腕一样。更离谱的是，这块骨头来自大约6000万年前，也就是恐龙刚刚灭绝之后的世界。一开始，研究人员几乎没有多想，他们以为这只是鳄鱼的骨头，毕竟在那个远古的沼泽世界里，鳄鱼本来就是顶级掠食者，出现一只体型巨大的鳄鱼其实并不奇怪。但很快事情变得不对劲，这块骨头的形状和鳄鱼的脊椎完全对不上，弯曲角度不一样，结构也不一样。当研究人员把它和数据库里的化石资料一一对比之后，一个让所有人都愣住的结论出现了，这不是鳄鱼，这是蛇的脊椎骨，而且不是普通的蛇，它来自一种后来震惊整个古生物界的史前巨兽泰坦巨蟒。而这个煤矿化石地点本身也极其特殊，它并不是普通的化石遗址，而是一座真正的时间胶囊。一整片古新式雨林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泥浆和火山灰掩埋中被完整封存，树叶、鱼类、乌龟，整个远古世界的画面都被保存下来。而就在这些沉积物中，研究人员发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蛇类遗骸。随着团队继续挖掘，越来越多的脊椎骨被发现，几十节椎骨，还有肋骨，以及同时期其他动物的化石。很快，一件事变得无法否认，这不是偶然发现，也不是夸张的个体，这些化石的尺寸巨大而一致，与任何已知记录都不同。它们描绘出的是一种体型庞大到重新定义蛇类极限的生物。当研究团队第一次测量这些脊椎骨时，现场气氛一度有些尴尬，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数据肯定算错了，于是反复核算，结果却始终一致。最终大家不得不接受一个略显离谱的结论，这些骨头属于一条体长超过15米的巨蛇。如果这个数据属实，泰坦巨蟒就绝非大一点的蛇那么简单。在恐龙灭绝之后，它极有可能是陆地上最顶级的掠食者之一，而这种超乎想象的体型也侧面印证了当时的生态环境远比科学家预想的更炎热、更密集，也更残酷。唯有接近生物极限的环境，才能孕育出如此庞大的怪物。泰坦巨蟒到底有多大？最保守的估算约13米，部分研究甚至认为其体长可突破15米，体重在900至1100公斤之间。对比来看，如今世界上最大的森蚺，体长仅6米多，体重200多公斤。泰坦巨蟒的体长几乎是它的1倍，重量更是达到其4至5倍。或许有人会好奇，科学家到底是怎么只靠几块脊椎骨就推算出一条灭绝动物的体型？其实原理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现代蛇类的身体结构遵循一种非常稳定的比例规律，脊椎骨越大，整条蛇通常就越长。所以古生物学家只需要测量泰坦巨蟒椎骨的尺寸，再把数据和今天的蟒蛇、森蚺这些大型蛇类进行对比，就能大致反推出整条蛇的长度。但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泰坦巨蟒能长到这么巨大？答案和一个关键因素有关，温度。蛇属于变温动物，它们无法自己调节体温，身体温度几乎完全依赖环境，而这一点几乎决定了它们的一切，新陈代谢、成长速度，甚至体型的上限。可以这样理解，环境越温暖，蛇的新陈代谢就越快，代谢越快，成长速度就越快，消化效率更高，也就能支撑更大的身体。所以当科学家发现泰坦巨蟒的时候，他们其实不仅发现了一条巨蛇，同时也读出了一条来自6000万年前的气候记录。某种意义上，这条蛇就像一只生物温度计，它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地球比现在要炎热得多。如果把时间倒回到大约5800万年前，也就是恐龙灭绝后的几百万年，那时候的地球生态系统正在恢复，而热带地区已经变成一种几乎难以想象的环境，全球气温远高于今天。在如今的哥伦比亚北部，科学家估算当时的平均气温至少在32摄氏度以上，而且几乎没有明显的季节变化。想象一下那样的世界，一片雨林几乎从来不会降温，哪怕到了夜晚，空气依然闷热。整个地球就像一个巨大的蒸汽浴室，没有冰盖，没有冬天，只有持续不断的高温。森林在高温中蒸腾，河流在阳光下翻着热气，而生命在这样的环境里疯狂生长。对于冷血动物来说，温度越高，限制就越少，所以体型也能长得越来越大。但有趣的是，今天的热带雨林，无论是亚马逊、刚果盆地还是东南亚，
其实反而没有当年那么热。这也正是为什么今天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像泰坦巨蟒那样的怪物。现代的森蚺和蟒蛇其实已经接近当前气候条件允许的体型上限了。如果气温再高几度，并且这种高温持续数百万年，蛇类才有可能突破这个极限，进入泰坦巨蟒那种级别。换句话说，如果把泰坦巨蟒放到今天的地球环境里，它可能根本活不下来。它那巨大的身体需要极端炎热的环境来维持代谢，需要足够的热量才能让血液在10几米长的身体里持续循环。也正因为如此，赛雷洪化石遗址才显得格外重要，因为那里几乎完整保存了那个远古世界的样子。在那些地层中，研究人员发现了大量植物化石，还有巨型乌龟的甲壳，有些甚至大到像一张台球桌。同时还发现了早期鳄鱼类的化石，它们的牙齿粗钝而厚重，明显是用来碾碎坚硬猎物的。这些动物并不是灵活的河流猎手，而更像是伏击型掠食者，依靠强大的咬合力突然发动攻击。这说明当时的环境并不是清澈湍急的河流，而是一片潮湿闷热的沼泽雨林，水流缓慢浑浊，树根纠缠，植被密集，视野非常差，声音也会被不断的雨声和昆虫嗡鸣掩盖。在这样的环境里，体型反而是一种巨大优势。一条巨蛇可以悄悄潜伏在水中，身体被水的浮力拖住，大部分隐藏在泥水和暗色水流之下。高温和湿度会让它的肌肉始终保持温暖，随时可以突然出击。捕获猎物之后，它甚至可以花上几周甚至几个月慢慢消化一顿巨大的食物。从这个角度看，泰坦巨蟒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怪物，它其实是那个极端世界的必然产物。炎热气候、丰富猎物以及像迷宫一样的沼泽雨林，共同塑造了这种缓慢、巨大、耐心伏击的超级掠食者。在那个时代，猎物充足，沼泽像迷宫一样复杂，非常适合一种慢而耐心的伏击型掠食者。于是问题就来了，大家最想知道的一件事，泰坦巨蟒到底是怎么捕猎的？首先可以把电影里的画面先忘掉，泰坦巨蟒并不是那种在陆地上疯狂追逐猎物的怪物，它也不像树上的蟒蛇那样灵活，体长10几米，重达1吨的身体根本不可能在森林地面上快速滑行，每一动一寸都要和重力较劲。但只要进入水里，一切就完全不同了。在古新世的沼泽环境中，泰坦巨蟒的行为其实更像一条鳄鱼，它会慢慢潜入水中，身体大半沉在水下，利用浑浊的水体作为天然掩护，稻木、树根、泥水全都成了它的隐藏点。水面上可能只有一丝几乎看不见的波纹。对于这样体型的动物来说，隐蔽不是技巧，而是一种生存方式。它不会冲刺，它只会等待，可能是几个小时，也可能是几天，几乎一动不动，直到有猎物靠得足够近，然后瞬间出击。生物力学模型估算，泰坦巨蟒的绞杀压力可能超过400 psi， 也就是足以在瞬间压碎鳄鱼的肋骨。现代蟒蛇和蚺蛇通常是通过限制血液循环来制服猎物，但在泰坦巨蟒这种体型下，其实已经没有太大区别，只要被缠住，基本没有逃脱的可能。根据赛雷洪遗址的生态环境推测，泰坦巨蟒的食谱可能包括几种主要猎物，比如巨型乌龟。这些乌龟行动缓慢，数量很多，而且热量丰富，非常适合伏击型捕食者。还有早期鳄鱼类，当时它们的体型还没有进化到后来那种顶级掠食者的程度，再加上河流里大量的大型鱼类，在狭窄水道中很容易被捕捉，甚至一些早期哺乳动物也可能成为它的猎物。虽然古新世的哺乳动物体型还比较小，但只要靠近水边，都有可能成为目标。对于泰坦巨蟒来说，水不仅是猎场，更是生命线。水的浮力可以支撑它巨大的身体重量，如果离开水，它在陆地上的行动会非常困难。巨大的身体甚至可能压迫内部器官，让呼吸和消化都变得更加吃力。而且还有一个关键作用，调节体温。蛇是变温动物，需要从环境中吸收热量。在古新世那种极端炎热的气候下，水既可以帮助它降温，又能维持身体所需的高代谢状态。所以当你想象泰坦巨蟒的时候，不要把它想成一条在陆地上爬行的恐怖巨蛇，更准确的画面应该是一条巨大的身体在黑暗浑浊的水里缓慢滑行，身体几乎完全隐藏在浑浊的水里，只有眼睛露在水面之上，静静等待着最佳的攻击时机。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泰坦巨蟒是一种如此成功、
如此完美适应环境的掠食者，那他为什么没有活到今天？答案其实很简单，但也很残酷。世界改变了，而泰坦巨蟒无法适应这种改变。在古新世之后，地球开始逐渐降温，一开始变化很慢，但随后速度越来越快。短短几百万年间，全球平均气温下降了好几摄氏度。对于像泰坦巨蟒这样的巨型变温动物来说，这几度的变化几乎就是致命打击。因为冷血动物的代谢完全依赖环境温度，气温一旦下降，代谢就会减慢，消化变得更慢，行动也变得迟缓，成长速度更是大幅下降。而对于泰坦巨蟒这样体型巨大的生物来说，这几乎是灾难。它需要大量食物来维持身体，但当代谢降低时，它既无法高效捕猎，也无法快速消化猎物，更无法维持如此庞大的体型。某种意义上，泰坦巨蟒是在慢慢被饿死。但事情并不仅仅是气温变化这么简单，整个生态系统也在发生改变。在恐龙时代一直不起眼的哺乳动物开始迅速多样化，体型逐渐变大，它们是恒温动物，即使气温下降也能保持活跃，并逐渐成为新的竞争者。与此同时，古新世那种潮湿闷热的沼泽雨林也在逐渐消失，河流开始出现明显的季节变化，曾经适合泰坦巨蟒生存的那种湿热环境慢慢退去。更关键的是，许多大型爬行动物也开始消失，巨型乌龟、早期大型鳄鱼以及整个支撑泰坦巨蟒生存的食物链都在逐渐崩溃。最终，泰坦巨蟒并不是被捕食者击败，也不是被疾病消灭，更不是被其他掠食者取代。它灭绝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地球只降温了几度，就是这几度的气候变化让有史以来最大的蛇从地球上彻底消失。这件事其实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气候不仅会影响生态系统，它甚至决定了生命能够存在的极限。泰坦巨蟒这种生物在某种意义上本来就像是一个奇迹，它太巨大，太依赖环境，只能存在于一个极端炎热的世界里。但在地球历史的某个短暂时刻，所有条件刚好同时满足，于是在几百万年的时间里，这条史上最大的蛇统治着古代哥伦比亚的沼泽雨林，然后就像它突然出现一样，它也迅速消失了，只留下几块骨头以及一个关于远古世界的巨大谜团。